在观察古人类幼崽哺育基地的时候，我们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，就是每隔45分钟，基地里就会响起一阵非常刺耳的电铃。听到这个声音以后，不管这些幼崽们正在做什么，都会立即停止，像受惊的羊群一样回到座位上，或者冲向操场。这让我们想起了19世纪伊万·巴甫洛夫的著名实验。区别在于，巴甫洛夫用铃声驯化的是狗的食欲，而学校用铃声驯化的是人类幼崽对指令的绝对服从。用3000年后的视角解读世界，我是老鬼，欢迎来到银河档案。这种驯化并不是偶然，根据史料挖掘，现代学校制度的原型都是源自18世纪的普鲁士模式。当时的统治者建立的这套系统的初衷，并不是为了培养思想家，而是为了批量生产听话的士兵和守时的工人。他们把知识拆碎成了一个毫无逻辑的碎片，要求受体去死记硬背，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切断受体独立思考的神经回路。令人震惊的是这套为了工业革命设计的僵尸生产线，竟然被古人类沿用了整整300多年。这套系统对大脑的破坏力到底有多大呢？我们找到了一份来自 NASA 的绝密数据。一名叫做乔治·兰德的博士曾经做过一套实验，目的呢是为了来筛选天才。实验结果显示，在5岁的时候，98%的人类幼崽都拥有天才级的创造力，但在接受了10年的学校教育后，到了15岁，这个比例暴跌到了12%。而在他们成年后，也就是真正踏入社会的时候，仅剩下了2%。这意味着，所谓的成长本质上是一个系统性切除额叶的过程。教育成功的把一个个鲜活的天才加工成了平庸的典士。既然如此摧残大脑，为什么人类还要在这条生产线上卷生卷死呢？21世纪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·斯彭斯早在几十年前就揭示了真相：信号理论。那张昂贵的文凭证明的不是你学会了什么技能，而是证明了你有多能忍受无聊和有多高的服从度。雇主需要的往往不是聪明的人，而是那些在题海的战术当中证明了自己不会轻易反抗的完美零件。这是一场残酷的服从性表演，而门票正是他们这些零件们的青春。当那些只有2%的创造力，但服从性测试满分的标准件出场之后，等待他们的不是自由，而是早就设计好的下一道工序。在未来，也就是他们长大之后，将被诱导签署一份长达30年的契约，以换取一个名叫房子的各种睡觉隔间。大家可以把做题加工厂这样的教育理解成一台精密的模具，统一的教材、固定的考核、单一的评价，把无数鲜活的个体打磨成了整体的模样。他追求的效率和统一，却忽略了天赋的多元、兴趣的差异，让很多人在分数的追逐当中，逐渐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和专属的成长节奏。好在3000年以后，也就是5026年的现在，我们早就逃离了这种恐怖化的标准教育，挣脱了那种僵尸框架的束缚，我们的孩子也拥有了成长的主动权。如果我可以给2026年的人类一些建议，我想说的是，希望他们尽早的去打破唯分理论这个认知，学会在成绩之外锚定自我的价值，多去接触自然，深耕自己的热爱，让兴趣成为主动学习的驱动力。比如一个孩子，他如果喜欢文字，就可以尽情的去描写自己想象到的任何东西；痴迷科学就去动手实验，热爱艺术就大胆去创作。这些不被纳入考核的领域，恰恰是天赋生长最佳的沃土。同时，希望他们尽可能的去学会构建个性化学习路径，拒绝被动的去接受灌输。通俗解释就是对任何事情保持初步的怀疑，直到逻辑证明它是对的或者是错的为止。逃离标准化本质上是一场自我回归的修行，它不是叛逆的逃离，而是以一种更主动、更真诚的方式去拥抱生活。只有这样，他们或者是他们的孩子才能拥有一个独特的灵魂，并且活成别人不能复制的模样。好了，关于做题加工厂的档案呢，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。下期005号档案，我们会揭露一期象征着死亡的契约，我们不见不散。